第10章，匹克威克俱乐部和邮箱。春天来了，带来了新的乐趣。白昼渐长，姑娘们便有了更长的午后时光来工作或玩耍。花园也该拾掇了，每个姐妹都分到一小块地，可以随心所欲地打理。汉娜常常说，即使我在中国看到这个花园，我也能说出是谁负责哪一块地。她肯定能说出来，因为姐妹们的品味和她们的性格一样各不相同。梅格喜欢种玫瑰和天芥菜，还有桃金娘和一棵小橘子树。乔的园地每季都不一样，因为他总在做各种实验。那年他打算种向日葵，这样向日葵的种子就能喂科克尔托普姑妈和她的小鸡了。贝斯偏爱香气浓郁的花，香豌豆、木犀草、飞燕草、石竹、三色堇和艾蒿。此外还有喂小鸟的草籽和给小猫玩的猫薄荷。艾米则有一个棚架，虽小且有些歪斜，却也别致可爱，上面爬满了金银花和五彩缤纷的牵牛花。此外还有百合、雅致的蕨类，以及各种适应园中环境的奇花异草。天气晴朗的日子里，他们便在花园里劳作，或散步，或在河上划船，或采摘野花，而雨天则会进行些新奇有趣的室内游戏。匹克威克俱乐部，简称 CP， 便是他们最喜欢的活动之一。当时秘密社团风靡一时，姑娘们便也决定成立一个。由于她们都非常钦佩狄更斯的作品，便将其命名为匹克威克俱乐部。俱乐部已经成立1年了，尽管中间有过几次中断。会议每周6下午在阁楼举行，仪式颇为严格。他们在一张桌子前摆放3把椅子，桌上放着一盏灯，4个用不同颜色写着 CP 字样的徽章，以及一份名为《匹克威克外传》的周报。这份周报由大家共同完成，酷爱笔墨的乔担任编辑。7点整，4位成员上楼来到会议室，佩戴上各自的徽章，神情庄重地就坐。梅格年龄最长，扮演塞缪尔·匹克威克；乔因其文学爱好扮演奥古斯都·斯诺格拉斯；贝斯因其外貌扮演特雷西·塔普曼；艾米则扮演纳萨尼尔·温克尔，因为他总是试图做自己力不能及的事情。主席匹克威克先生宣读报纸，内容包括故事、诗歌、本地新闻、有趣的广告，以及一些善意的提醒，指出他们应当改正的缺点。这一次，匹克威克先生戴上一副没有镜片的眼镜，敲了敲桌子，清了清嗓子，严厉地瞥了一眼斯诺格拉斯先生，后者正懒散地靠在椅背上，被他一看，立刻坐直了身子，然后开始宣读。匹克威克外传，5月20日，18XX 年。诗人的角落，周年颂。我们再次欢聚一堂，举行庄严团结的仪式，在这值得赞扬的圣地，庆祝我们第52届年会。我们小小的俱乐部，无人离去，重逢的笑脸，喜悦满意，各位安好，精神焕发，热情握手，情谊传递。我们敬爱的匹克威克总是细心周到，我们以崇高的敬意欢迎他。他戴上眼镜，在自己的位置就坐，欣然宣读我们的会刊。即便他感冒打喷嚏，我们仍乐于聆听他智慧的言语。咳嗽试图让他的声音变小，但他总能出色地完成任务。善良的斯诺格拉斯，身材瘦高，带着几分笨拙的优雅步入会场，向他投入的团队致意，喜悦之情深入灵魂。诗意的火焰点亮他的目光，尽管他努力隐藏，雄心壮志已在额头刻下印记，鼻尖上的墨点更添几分滑稽。
安静的塔普曼随后进入，面色红润，体态丰腴，和蔼可亲，笑声充满整个房间，竟因坐不稳而跌倒在地。文雅的温克尔也来参加会议，堪称品行端正的典范，衣着整洁，准备就绪，尽管每天洗脸对他而言似乎乏味至极。1年过去了，我们仍在继续漫步在文学的小径上，他为行者带来荣光，我们欢笑、阅读、共享舞台。愿我们挚爱的俱乐部万古长青，愿没有什么能打扰他宁静的生活，愿未来的岁月成为幸福与共享欢乐的榜样。奥古斯都斯诺格拉斯。假面婚姻。一个威尼斯故事。贡多拉一艘接一艘的驶向大理石台阶，船上衣着华丽的乘客们汇入阿德隆伯爵府邸大厅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绅士淑女、精灵侍童、僧侣少女、各色人等愉快地融入舞池，甜美的歌声与和谐的乐曲在空气中回荡。假面舞会就在这套精良的芬芳与音乐声中进行着。您今晚看到维奥拉夫人了吗？一位风度翩翩的游吟诗人问身旁的仙后。仙后正挽着她的手臂穿过大厅。是的，她非常美丽，但看起来有些哀伤。她选的礼服美极了，1周后她就要嫁给他深恶痛绝的安东尼奥伯爵了。天哪，我真羡慕那个男人。他来了，穿着新郎礼服，戴着黑色面具。等他摘下面具，我们就能看到他如何凝视那位优雅的女士了。尽管那位女士严厉的父亲已将他的手许配给他，他却无法赢得他的芳心。游吟诗人评论道。有传言说，他爱上了一位年轻的英国艺术家，那艺术家也钟情于他，只是老伯爵看不上他。女士在他们加入跳舞行列时低声说道。一位神父抵达时，派对正值高潮，他带领那对情侣来到一处覆盖着紫色天鹅绒的壁龛前，请他们跪下。喧闹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。现场只听见喷泉的潺潺水声。这时，阿德隆伯爵开口说道：“亲爱的女士们、先生们，请原谅我用欺骗的手段召集各位来庆祝小女的婚礼。神父，您可以开始了。”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这对新人。当客人们看到新郎新娘都没有摘下面具时，人群中响起一阵惊讶的低语。好奇心攫住了每一个人，但出于礼貌，直到仪式结束都没人作声。随后，一些好奇的宾客围住伯爵，请求他解释。如果可以，我很乐意解释，但我只知道这是我亲爱的、羞怯的女儿维奥拉的主意，我顺从了她。现在，孩子们，摘下你们的面具，接受我的祝福吧。然而，这对新人并没有跪下。新郎摘下面具，露出了艺术家情人费迪南德·德弗罗的英俊面庞。此刻，他胸前佩戴的英国伯爵勋章闪闪发光。可爱的维奥拉依偎在他怀中，美丽动人，容光焕发。年轻人用一种令在场众人困惑的语气说道：“伯爵大人，当初您拒绝将女儿许配给我，即便我能自豪地宣称，我拥有与安东尼奥伯爵同样显赫的名声和同样丰厚的财富。如今我能做的更多。我相信，像您这样雄心勃勃的人，一定不会拒绝德弗罗和德维尔伯爵的求婚。他甘愿放弃自己古老的名号和万贯家财，只为换取他心爱之人的手，而他现在已是他的妻子。”伯爵惊得目瞪口呆。费迪南德转向目瞪口呆的宾客们，补充道：“至于诸位，我英俊的朋友们，
我祝愿你们的婚约也如我这般成功，并能赢得一位像我今晚在假面舞会中觅得的这般美丽的新娘。塞缪尔·匹克威克。为什么匹克威克俱乐部像巴别塔？因为它里面满是吵闹的会员。一个南瓜的故事。从前，有个农夫在园子里种下了一颗小种子。过了一阵子，种子长大了，结了许多南瓜。10月的一天，南瓜熟了，农夫摘了一个拿到市场去卖。一个商人买下了它，放在自己的食品店里出售。那天早上，一个穿蓝衣、戴棕帽、圆脸塌鼻子的小姑娘来到店里，为她母亲买了这个南瓜。她把南瓜带回家，切成小块，放进大锅里煮。然后，她将一部分捣成泥，拌上少许黄油和盐，做成了晚餐。剩下的部分，她加入了半碗牛奶、2个鸡蛋、4勺糖、1点肉豆蔻和几块咸饼干。她把这混合物倒进烤盘，烤至金黄。第二天，一个姓马奇的家庭把它吃掉了。特雷西塔普曼。匹克威克先生。先生，我写信给您是关于一项过失。犯错者是一个名叫温克尔的先生，他在您的俱乐部里制造麻烦，因为他嘲笑，有时还不把文章写在合适的纸上。我相信您会原谅他的这些劣行，并允许他提交一篇法文预言，因为他什么也写不出来。他功课太忙，而且脑子也不够用。不过将来，我会让他迎难而上，并提交一份得体 comme il faut 的稿件。对于那些不知道的人来说，这个词在法语里的意思是合乎规矩。我必须告辞了，因为快到上学时间了。死志。纳撒尼尔·温克尔。以上是对过往错误的勇敢而坦诚的承认。但若我们的小朋友能复习一下标点符号的用法，那就更好了。右方括号。一桩悲惨的事故。上周五，一声巨响，继而从地窖传来几声痛苦的尖叫，令我们所有人大吃一惊。我们冲到那里，发现我们敬爱的主席倒在地上，他是在为屋子捡柴火时不慎滑倒摔伤的。眼前的景象触目惊心。匹克威克先生摔倒时，头和肩膀都栽进了一个水桶里，一包肥皂粉洒了他一身，衣服也撕破了好几处。将他从险境中解救出来后，我们确认他伤势不重，只受了些擦伤。我们欣慰地告知大家，他现在安然无恙。编辑。哀悼公告。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宣告，我们亲爱的朋友斯诺伯尔·帕特伯小姐突然神秘失踪了。这位可爱又备受喜爱的猫咪朋友众多，她的美丽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，她的优雅与美德赢得了所有人的心。整个社区都为她的失踪深感悲痛。最后一次见到她时，她正坐在大门旁，注视着屠夫的马车。恐怕是有哪个坏蛋垂涎于他的魅力，卑鄙地将他偷走了。几周过去了，杳无音信，因此我们已然绝望，在他的篮子上系了一条黑色缎带，收起了他的食盆，并为他哀悼，仿佛他已永远离我们而去。一位仰慕者寄来了以下悼亡佳作：悼念 Chiras B. 帕特波。我们为小猫的离去而哭泣，残酷的命运使它无法再在壁炉前休憩，或在花园那扇古老的绿色大门旁嬉戏。它孩子们安息的小小坟冢就在那栗子树下，我们却无法在它坟前哭泣，因为不知它魂归何处。他再也看不见那空荡荡的床铺，
也看不见他的毛线球，再也听不到他充满爱意的呼噜，也听不到他轻叩客厅房门，要我们放他进来。如今，另一只猫在追逐他曾戏弄的老鼠，一只脏兮兮的猫，捕猎时远不及我们爱宠那般优雅，玩耍时也不及他那般敏捷。他鬼鬼祟祟的爪子踏遍了斯诺伯尔曾玩耍的地方，看见狗时只会嘶声威胁，而不像我们的爱宠那样优雅地退避。它是一只勤劳有益的猫，努力上进，但我们无法在心中为它腾出原先的位置，也无法像敬爱前者那般敬爱它。A.S. 公告：奥兰西布拉加小姐，这位才华横溢、声名卓著的演说家，将于下周六下午在常规演出结束后，于匹克威克大厅发表其著名演说《妇女及其地位》。宫殿厨房专为女孩们组织每周1次的烹饪课程，课程由汉娜·布朗指导，欢迎各位参加。反污垢协会将于下周3举行会议，并将在俱乐部总部顶楼组织1次游行。会员需身着制服，肩扛扫帚。集合时间为上午9点整。贝斯邦瑟太太将于下周开设一家全新的娃娃帽饰店，出售最新款式的巴黎时尚帽饰，接受订单。巴恩维尔剧院将在几周后上演一部新剧，其精彩程度将超越迄今为止在北美舞台上的一切演出。这部激动人心的戏剧名为《希腊奴隶》或《复仇者康斯坦丁》。评论：如果 S.P. 不花那么多时间洗手，他就不会总是在早餐时迟到。请 A.S. 不要在街上吹口哨。T.T. 请不要忘记艾米的餐巾。N.W. 不应因其连衣裙没有9道折减而闷闷不乐。每周报告：梅格，好；乔，不好；贝斯，很好；艾米，一般。宣读完毕。我可以证明，这些纸页上汇集的是姑娘们当时所写文章的真实副本。主席赢得了热烈的掌声。随后，斯诺格拉斯先生站起身来，提出一项动议。主席先生，各位先生们，他以议员般的语气和姿态开口道：“我提议接纳一位新成员。此人堪当此殊荣，定会全心全意地感激，并能增进本俱乐部的趣味，提升报纸的文学水准，还会带来欢乐与良好风范。我提议西奥多·劳伦斯先生成为 CP 的名誉会员。来吧，让我们接纳他。”乔突然转变的语气逗笑了姑娘们，但她们都显得很紧张，没人敢发表意见。斯诺格拉斯先生则重新坐了下来。我们现在进行投票，主席宣布。赞成者请说是。斯诺格拉斯先生响亮地应了一声是，紧随其后的是贝斯更为羞怯的一声是，这让大家颇感意外。反对者请说不。梅格和艾米都表示反对。温克尔先生站起身，极为优雅地说道：“我们不想要男孩，他们只会取笑和捣乱。这是一个女士俱乐部，我们希望它保持原样。我很担心他会嘲笑我们的报纸，还会取笑我们。”匹克威克一边说，一边拉了拉垂在额前的那绺卷发。每当他犹豫不决时，总会这样做。斯诺格拉斯先生站起身，慷慨陈词道：“主席先生，我以我的荣誉向您担保，老李绝不会那样做。他热爱写作，能提升我们出版物的质量，还能帮助我们减少那些多愁善感的东西。难道你们不明白吗？他为我们做了那么多，而我们为他做的却那么少。
我认为，我们至少应该在俱乐部里为他提供一个位置，如果他接受，就欢迎他加入。提到他们所受的帮助，说服了塔普曼。他站起身说道：“没错，我们欠他的，即使我们有些害怕。”我说劳力可以来，如果他愿意，他祖父也可以来。贝斯这突如其来的慷慨让其他人目瞪口呆。乔站起来鼓掌。好吧，让我们再投一次票。记住，这可是咱们的劳力。大声说是。斯诺格拉斯先生兴高采烈地说道。3个是齐声响起。太棒了！上帝保佑你们！现在别再拖延了，或者像温克尔说的，迎难而上。让我来向各位介绍我们的新成员。令俱乐部其他成员大为惊奇的是，乔猛地拉开壁橱门，老李赫然出现在那里，正坐在一只装满碎布的袋子上，脸涨得通红，拼命忍着笑。骗子！叛徒！乔，你怎么能这样？3个女孩尖叫道，而斯诺格拉斯则得意洋洋地把他的朋友领到房间中央，搬来一把椅子，递给他一枚徽章，使他成为正式会员。你们俩真是胆大包天，一对小坏蛋，匹克威克先生说道。他试图板起面孔，却只露出了一个友善的责备笑容。新成员申安随机应变之道，他站起身，优雅地向主席致意，然后用他那富有魅力的语调说道：“主席先生，亲爱的女士们，哦，抱歉，是先生们，请允许我自我介绍，我是萨姆维勒，诸位谦卑的仆人。”说得好，说得好！乔一边说，一边用他倚靠着的一个旧暖床炉的把手敲打着桌子。我忠实的朋友和尊贵的赞助人，老李挥了挥手，继续说道：“他的引荐令我倍感荣幸。今晚所用的策略不应归咎于他，那是我设计的。他是在我再三恳求之下才勉强同意的。得了，现在别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。你知道是我提议躲在壁橱里的。”斯诺格拉斯打断了他，他非常喜欢这个恶作剧。别理他，我才是那个不体面的人，主席先生。新成员说着，向主席鞠了一躬，以配合自己的角色。不过，我以我的荣誉起誓，绝不再犯此类行为。从今往后，我保证为这个不朽俱乐部的利益而努力。说得对，说得对！乔欢呼雀跃，同时把暖床炉的盖子敲得像钹一样响。请继续。温克尔和塔普曼齐声要求道。主席点了点头。我只想说，为感谢各位授予我的荣誉，并为了改善与邻国的睦邻友好关系，我在花园的下端安装了一个邮箱。那是一个宽敞宜人的地方，门上带锁，完全适合私人通讯。它原是一个旧的鸟舍，我打通了屋顶，以便容纳各种大小的物件，从而节省我们宝贵的时间。信件、手稿、书籍和包裹都可以投递其中。既然每个国家都有一把钥匙，我相信它对我们大有裨益。至少我希望如此。这便是俱乐部的钥匙。现在我要就座了。在坐下之前，请允许我再次感谢各位授予我的殊荣。当维勒先生把钥匙放在桌上时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。暖床炉也当当响了好几下，过了好一会儿才恢复秩序。随后是一场长时间的谈话，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地参与其中。会议比平时更加活跃，直到很晚才结束。最后还向新成员欢呼了3声致敬。没有人后悔接纳了萨姆维勒，事实证明他是一位彬彬有礼、性格开朗的成员。毫无疑问，他的出现活跃了会议气氛，也提升了报纸的质量。
因为他擅长撰写引人注目的句子，并能就爱国、古典、喜剧或戏剧等主题写出有趣的文章，而且从不伤感。乔认为他有点像培根、米尔顿或莎士比亚那样的人物，并因此受到激励，努力改进自己的作品，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，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。邮箱成了一个小小的机构，运作得非常出色，收到的东西五花八门，简直像个真正的邮局。悲剧剧本和领带，诗歌和密件，花园种子和长信，乐谱和姜饼，橡皮筋、邀请函、批评意见和小狗仔。老劳伦斯先生对这个主意赞不绝口，还喜欢往里面投递些奇怪的包裹、神秘的便条和有趣的电报。园丁爱上了汉娜，还通过乔给他寄了一封真正的求爱信。当这个秘密被发现时，大家都笑了起来。他们当时可没想到，这个邮箱在未来的岁月里竟会收到那么多的情书呢。